我吃了第一口面，我就知道为什么它生意会好。那整颗番茄在中间，它的咖喱会回甘呢。这家店是2020年的时候开的，那时候正值疫情哎，你怎么会这么想不开？Hello， 欢迎来到野路餐店，我是陆冰，我是小野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苗栗的另外一间餐厅，它叫做山野蔬食。那这间餐厅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，它算是那种简餐式的，对，单点式的，就是比较适合小家庭，对，带着小朋友啊，或者一个人来的时候也可以来吃个饭，一个人来也不尴尬。对，如果是假日的话，建议要定位了。今天是平日晚上哦，人一直来哎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介绍我们的餐点。这么同步就是了。同步来了。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菜色是这道招牌番茄乌龙面。那他是说他们家的乌龙面啊，都是用那种战旗乌龙面，筋性更好。那整颗番茄在中间。其实我们平常火锅也会自己去买战旗乌龙面，因为它第一个它很厉害，它煮不烂。应该说，相较一般的乌龙面来说，比较煮不烂。硬要煮，当然还是会烂掉。它会吸附它的汤汁。再来想要讲它的汤头，光吃那个面，那个汤头吸到那个味道，刚我们有先跟老板 Josh 小聊一下，它里面完全就只有用番茄跟水跟其他的蔬菜跟中药包。他说一大锅的汤，半桶的番茄啊、蔬菜啊，它是熬煮的，而且它还会先炒过，那番茄味真的很天然，没有加半滴的番茄酱。我来这边，我吃了第一口面，我就知道为什么它生意会好。好清爽，好舒服哦。再来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这道他们家的红烧豆腐煲，是老板推荐的。里面有4块豆腐，不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 6块哦。玉米笋、萝卜、花椰菜、红萝卜。它里面的菇类有金针菇、红喜菇，还有杏鲍菇。这饭也煮得太好了，难怪老板刚刚很自信跟我讲，一般人来这边都会再多点个1碗2碗饭。看看这个豆腐。外面是老皮，里面是嫩肉，对，老皮嫩肉。要讲是它是偏甜的，它比较不是那种酱香红烧啊。豆腐我觉得蛮好吃的，酱是给很多，那真的拿来浇崩，真的是2口就没了。再来就是他们家说是什么热销 number one， 在 number one。他们家的咖喱饭，他说他们家的咖喱饭这个咖喱酱汁啊是做的不是那么浓稠的，是比较水的。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对，比较特别的蔬果是什么呢？地瓜。对，加了地瓜进去，代替洋葱的那个甜味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我要吃地瓜，是因为我们放久了它变浓了吗？蛮浓稠的啊。对啊，很浓啊。其实我是偏好浓的人啊。朋友不能牵手。可以啊。你跟朋友牵手？对啊，女生朋友。我也都跟女生朋友。没关系，我会省片嘛。就给他省。它的咖喱会回甘呢。他们家的咖喱比较偏向日本的，我觉得加了一点印度香料进去，但是它是比较偏向日式的。我相信是蛮多小朋友会喜欢的味道。3块的炸豆包，这炸工很厉害。外面已经是炸酥脆，里面的豆包呢，它没有吸到什么油，真的感受不到油脂的感觉。然后搭那个咖喱酱一起，哇，它会有甜味跟印度咖喱那个新香料的味道。台湾的地瓜是真的很好吃，台湾地瓜很甜。在这里是老板推荐的小菜，他们的日式炸豆腐，炸豆腐，然后要配他们的日式酱油，然后旁边还有一点萝卜泥，里面是非常嫩的。蛮好吃的。这个面衣像什么？像以前在吃那种炸虾外面的那种，就是日式啊，真的是日式炸豆腐。我自己更喜欢红烧豆腐煲里面的豆腐，它这个里面就是单纯的豆腐，你要去沾那个酱。接下来是老板大推的他们家的花的金针菇，然后会配上它有附一个咖喱粉，它有帮你分好块，帮你切好，一条一条。老话一句，加工真的好。通常炸物冷掉都会很恐怖，脆的不油。炸物是蛮值得点一下来吃的。老板自己说他有做一个定义，他这家餐厅的定义是什么？
就是家里的厨房，就是你可能在这边吃到的东西都是家里平常可能会出现的，但这样的妈妈不常出现。我觉得是日本妈妈，台湾妈妈可能会比较少一点。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小菜。那龙须菜的部分，他们餐点的菜单上面是写蛋奶素，你可以跟他 order 说你要全素的，那他就是把酱换成和风酱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它的和风酱龙须菜，嫩，你才嫩，撩屁啊！我一入口会觉得有点海味，凉拌生蚝的 feel。有一点呢。对，海苔丝跟日式酱油 mix 在一起，就会有类似这种海味。龙须菜可以耶，换比较重口味的海茸了。我第一次海茸吃冰的，因为我平常也会炒，因为他很爱吃海茸，他是海茸的狂热者，冷的好像蛮好吃的。很 Q 哎。对啊，酱汁冷掉之后，它会变得比较浓稠一点，好像有回收回 Q 的那种感觉，勾勾的在上面。你光这个，然后加一碗饭，你就可以吃到不行。刚刚在吃饭的过程里面有听到这间店啊，其实是在2020年开的。大家都知道，2020年的时候正经历一个疫情的高峰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它可以在疫情的时间开下来，然后存活到现在？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特别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去问一下老板，这就是我们山野素食的老板 Josh。Hello， 阿如。我比较好奇啦，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说这家店是2020年的时候开的，那时候正值疫情哎，你怎么会这么想不开？人生有时候很多冲动就是在于你没有想，因为刚回台湾，我之前没有在台湾工作，辛苦自己那5年放松一下，放松完之后就发现自己有点中年了，去哪里找工作啊？中年了，我方便请教您贵庚吗？大概32、33。不过跟我一样，我才没有中年。那你知道，在这个就业市场来讲，他们宁可去找新鲜人。那段期间其实有去市场帮妈妈他们有在市场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素食。当初其实开店就是为了说让他们更轻松一点。对，然后也可以继续帮他们推广素食。刚才想的，多完美。开了店就完全不是那，你每个人经营的店的模式、实际操作的状况，然后再加上你说疫情这种东西，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，所以是真的还好，疫情那时候有爸爸妈妈们来帮忙。但不会吵架吗？一家人在一起，其实2代之间还是有一些观念。我想的有时候不一定是最好，那马上他们想的有时候可能也不太符合现在。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心态永远要开放，你绝对不能觉得自己就是完全正确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朋友好了，他要开餐厅，你会给他推荐说往素食餐厅这方面去走？我会，我说实在话，我现在不是站在一个素食老推广者或什么都不是。荤食的市场来讲，它现在几乎是一个蓝海，红海。我说实在话，你不要想说素食真的只有吃素的人会吃，就台湾大概300多万人有吃素。我吃荤的不代表我说我不吃素啊。今天进来我这边吃饭，我就是这间餐厅，而不是素食或素食餐厅。经营素食餐厅到现在这样，应该也算2年多了嘛？2年多了。那现在你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意义对你自己而言？我觉得很重要的点，我想推广美食，但我不想要让大家认为说，我今天是来吃素，可是我是来吃美食。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坚持下去的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我去我皮包拿一个东西，我阿公在几年前去世，去世之后我们就帮他整理家里，翻出来了。也不是他写给你的，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好像有这么一个。有时候晚上很累，但还在备料那些什么时候，就觉得再坚持一下。对，万事起头难。对啊，然后中间难，最后结尾难。人就是不断的成长，希望这间店也可以一直不断的成长。反正就是每天在厨房玩嘛，玩不好吃自己吃还好没端给客人。然后刚刚听完 Josh 的分享，其实现在做蔬食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市场。像我今天来到这边，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有点意料之外。如果今天是在我家附近的话，会很常来吃这间店。